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要来谈对数尺度的横坐标轴。一般我们常用的是线性尺度横坐标轴。请你把直尺拿出来，这一个尺度就是一般线性尺度的横坐标轴，也就是以这个例子0到10，它的每一个间距都是相等的。而每跳一个间距，数字就增加1。那对数尺度坐标轴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对数尺度坐标轴，你要先问它的底数是多少。底数又称级数，一般没有讲的话，都是以10为底，因为10在计算上是最方便的。那底数是10的情况下，它的等距其实增加的是它上面这一个指数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这里是10的0次方，注意这个0，而这里是10的1次方，注意这个1，再来是10的2次方，也就是它的线性的感觉是在这个指数上，指数的感觉是这样，但你把它换算成真实的数值，会发现其实它是不等距的。在这里它是10的0次方是1，而跳到这里是10的1次方是10，总共增加了9。但是跳到这里变成100，增加了90，增加的数值上是不等距的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线性尺度，如果这些数值要在对数尺度上找它的位置，也是不等距的。那要怎么找呢？首先1就是10的0次方，没有问题。那2在这里10的0.3次方是怎么找呢？用未知数的概念去推得。首先2等于10的 x 次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 x 是多少。两边取 log， 然后把 x 搬下来，这都是高中数学。然后 log 10就是1，所以 x 就是 log 2。x 是 log 2，就是0.301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2的数字就是 log 2，而3的数字在对数尺度上就是 log 3，也就是10的0.477次方，所以0.477大约在这边。而以下到 log 10，分别可以把真实的数值在对数尺度上找到它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一个图，它的间距大约是越来越紧密，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OK， 是有一种感觉被越来越压缩的状态。那可以想见这一边也是一样，大约也是越来越被压缩的状态。大约就是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。我这里就不再画精确了，请各位自行想象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补充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个是递增的对数尺度横坐标轴。那我们一样可以用递减的方式，也就是原本是从0到1往右越来越大，而我们也可以从1到0往右越来越小，这个叫做递减。在土壤力学中，使用描述土壤颗粒粒径的，我们用的坐标轴是对数尺度递减的横坐标轴，听起来很绕口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假设我们把这个横坐标轴往外无限的延展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记住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递减的状态。那10的0次方在中间是1，而往外到100，我们先看往左的，它会从1、10、100、1000、10000一直往左到1000，非常多的0。而向右呢？向右则是1、0.1、0.01，一直到最后面0.001。
所以这边告诉了我们两件事，第一个是对数尺度横坐标轴不包含零，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正数的一个范围。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如果有某个东西它一定是正数，而且它的范围从0.0001到1000都有可能的话，那它就非常适合使用这样一个对数尺度的横坐标轴。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对数尺度横坐标轴，如果要改成线性尺度，那它的长度要多长呢？搞不好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。